我一个遵纪守法的大学生，竟成了国际通缉犯，是我报警自首后，警察不但没让我去采缝纫机，还上报国家给我功勋奖章。你好，如果我把鹰将国的轰炸机偷回来上交国家，能专升本吗？你如果真能把轰炸机偷回来，不仅能保送清北，还能在族谱上单开一页。第二天，鹰将国的200架轰炸机离奇失踪，而华夏国的某个机场上却出现了不明飞行物。我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如果我把风车国的光刻机制造说明书弄回国，这是犯法吗？尊敬的爱国英雄，需要我这边为您派遣航母护送您回国吗？哦，原来这是真的可以干啊，那我就放心了。我挂断电话后，望着眼前足足几十公分厚的光刻机制造说明书，只要在国内不算犯法，风车国怎么想关我屁事？哎，现在回想起之前偷说明书的过程，这真是有点心惊肉跳。不过唯一让我不理解的是，系统干什么要让我亲自来偷？以系统的能力，就算直接复刻一份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任务以外的内容，本系统不屑回答。姐，不说就不说。不过任务的第2部分奖励要成功造出光刻机才行，只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费劲，还是先联系一下华夏大科院吧。随后我上网搜到了华夏大科院的电话，直接拨了过去。喂，你好，是华夏大科院吧？我这里有一份风车国最新的光刻机图文版制造说明书，我稍后会把它上传发送到你们官方邮箱，你们注意查收一下，可千万别当垃圾邮件给直接清理了。什么鬼？我听到了什么？风车国最新版的光刻机制造说明书，还是图文版的？莫不是这2天加班都加出幻觉来了吧？那玩意在风车国的安保量级堪比核武器，明显是一个无聊的恶作剧。这时，电脑屏幕上弹出一封邮件提示：光刻机制造说明书图文版。这该不会是来真的吧？映入眼帘的是光刻机制造说明书几个大字，果然是恶作剧。外国佬的东西怎么会是华夏文写的？就在他顺手准备关掉这封邮件时，突然发现了一行密密麻麻的外文小字。王多鱼忍着心中震撼，继续朝下文看去。我的天啊！才只看了半页，有些内容就已经开始完全看不懂了。复杂的公式、深奥的原理，以及如此精密的图片配文，这份说明书极有可能是真的。而且对方在发送之前还专门进行了翻译，这翻译水准之高，至少也是院士级的。王多鱼迅速拨通了一个电话：老师，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邮件，麻烦您立刻过来。什么邮件？明天再看不行吗？这都几点了？或者你转发过来。不，老师，请您务必立刻赶来，我不能转发，也无法等到明天，请您务必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院里。电话那头的赵子珍沉默片刻。好，我会在10分钟之内赶到。10分钟后，一个中年男子匆匆来到值班室，此人正是大科院的院长赵子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大半夜的喊我非要过来一趟？老师，您自己看吧，我不敢确认。什么玩意？光刻机制造说明书还是图文版？大半夜的，你不会是让我来看什么恶作剧吧？这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居然真的是光刻机的制造说明！快告诉我，这是谁发来的？王多鱼也是强忍激动，把刚才接到电话的事情说了一遍。什么？你是说接到了一个来自国外的神秘电话？对方说把光刻机的说明书发过来，然后就真发过来了？是，老师，学生才疏学浅，只看得懂一点点，这是真的吗？赵子珍突然变得无比严肃。小光，今晚之事绝不允许向外透露分毫。赵子珍说完，转身拍下值班室的红色的按钮，整个大科院内瞬间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几分钟后，院里所有的院士全都集合在值班室。老赵，你大晚上的动用3级安全警戒，你最好是有天大的事情。诸位，深夜打扰我也很抱歉，但事关紧急，请你们与我一同辨认一下，这究竟是否属实？众人立刻看向文档，当他们分别看了一遍文档后，在场的诸位院士彼此对视一眼。老赵，上报吧，这不是咱们这个级别能处理的事了。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么从此刻开始，院里的所有人都不得离开，包括我们在场的诸位，直至确认这份制作说明书100%无误。赵子珍迅速拨通了电话。叶局长，华夏大科院收到一封特别的邮件，事关重大，必须由医管局来接手。医管局全称是异常事务管理局，是整个华夏级别最高也最神秘的特殊部门，只有遇到极其特殊的大事件才会被惊动。叶孤鸿作为医管局总负责人，看着转交到他手中的光刻机制造说明书的内容。诸位，刚才已经查到，给大科院打电话的号码半个小时之前拨打过帝都的接警中心，这里是通话录音。叶孤鸿点开录音内容，这制造书竟是偷来的吗？诸位，你们怎么看？如果真是这小家伙偷来的，接下来怕是免不了要有一番风波了。不管这小家伙是用什么办法搞到的，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拥有着赤诚爱国之心的后辈。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保下他，至少要把他安全地接回到国内。对，绝不能让如此后生折在国外。很快，所有负责人都一致表示，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保证把人安全带回国。让技术部门的人全天24小时尝试对来电进行定位和技术甄别，同时通过邮件继续联系对方，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对方的回应，在接警系统里给这个号码添加白名单。我有预感，他肯定会再次来电的。叶孤鸿猜的没错，2天后的深夜，帝都接警中心再次接到神秘来电。喂，您好，接警中心吗？我想再问一下，如果我把鹰将国家博物馆的一些文物拿回家，不会被当成文物贩子吧？接线员柳如烟听到熟悉的声音，顿时愣住。又是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2天说弄光刻机说明书的也是你吧？警官，好巧呀，又是你接到我的电话。巧什么巧？我上次不是警告过你了吗？再拨打报警电话开这种无聊的玩笑，浪费公共资源，就要传唤你了。嗨，可是我不是在开玩笑啊。你不是在开玩笑是吧？
那我就告诉你，你要是真有本事把流落在外的文物带回家，那你就是我的神。别说你不会被当成文物贩子，就算是被当成文物贩子了，我也把你保出来。谁料电话那端听完，却只是淡淡的回了6个字：知道了，谢谢你。柳如烟愣住，他这就把电话给挂了。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哼！如果下次这家伙还敢这样胡乱打接警电话，就直接让技术部门定位传唤对方，狠狠的教育一下。与此同时，医管局内，当我的电话接入接警中心的时候，叶孤鸿等人就立刻得知了消息。他要把鹰将博物馆的文物带回家，那这意思岂不就是？难不成这位又要去偷？可偷什么偷？那叫拿。对不起，我口误了。难不成这位又要去拿文物邮寄归国？叶孤鸿目光在几位负责人脸上挨个扫过。诸位，你们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好接收文物回家的准备。不，你对这位如此有信心？是的，上次他说弄风车国的光刻机，结果咱们就真收到了光刻机的详细制作说明书。这一次他说要去拿文物，我觉得这位肯定也是已经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否则不会来电咨询。你们呢？我们复议。那好，既然各位一致认为这位能成功，那就通知各部门做好迎接文物回家的准备。这几天来自鹰将国的邮件、快递等，要优先检测放行，务必保证文物顺利到家。第二天下午，鹰将国家博物馆疑似失窃，一夜之间多件珍贵文物失踪的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叶孤鸿眼睛瞪得滚圆，足足看了3遍小鹰将博物馆失窃的情报。哈哈哈，痛快，真是痛快！立刻接管所有来自国外的快递业务，做好迎接文物回家的一切准备。是咱们没用，都没能守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要让这样的一个后生替咱们把文物拿回家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文物顺利归来，咱们是否要公开？如果公布，毫无疑问会带来很多麻烦，可不公布就有点感觉对不起那位后生，毕竟他在外面冒着风险把文物弄回来了，若是还藏着掖着的话，那和没弄回来有什么区别？叶孤鸿锐利的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我决定了，等文物回来，就直接宣布我们得到海外人士的匿名捐赠。几位负责人对视一眼，神情都郑重起来。您的意思是要公开？自然要公开，我们不能让那位的努力藏于暗处，他应该受到英雄一样的待遇。我们现在虽然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也应该被世人所知晓他的事迹。我们华夏已不再是几10年前的华夏了，若是连已经归国的东西都不敢出面保，岂不愧对这些年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也会让人笑我华夏无胆。言之有理，东西都被人送回来了，若是还不敢公布，那确实太怂了。一个后生独自在海外，都敢拼命把老祖宗的东西给我们拿回来，我们又岂能畏首畏尾？我华夏拼命发展几10年，无数同胞先辈为之奋斗，为的不就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任何一名华夏儿女最坚实的后盾吗？现在就是展露我华夏剑锋之时。是，我们明白了，小鹰将方向归国的航线、海域、陆地全都会做好全方位的接应准备。此时的接警中心宿舍楼，柳如烟一觉醒来，就看到了各大软件推送的头条新闻：小鹰将国家博物馆被盗了。失窃的还全是我国的文物。柳如烟回想起我昨晚拨打的电话，整个人都处于一种震惊与茫然交加的复杂状态之中。该不会真的是那家伙做的吧？可是这怎么可能？那可是小鹰将的博物馆啊，怎么会说到就被人盗了？宿舍门突然被敲响。柳如烟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有一件事需要你协助调查。恭喜宿主完成文物归家系列任务，获得100点国宝值奖励与1点成就点奖励。100点国宝值。这次系统蛮大方的嘛，上一次弄风车国的光刻机制造书发给大科院，才只奖励了20点国宝值，这一次把文物弄回去，却足足奖励了100点国宝值。看来这些文物的价值可远比风车国的光刻机价值大多了。到底是老祖宗的东西，就是贵重。不过这成就点是什么东西？成就点是完成任务独有的特殊奖励，可以开启成就点专属商城，里面有专属物品可以兑换。请宿主注意，成就点价值较高，请不要随意浪费成就点。还有成就点商城呢，打开看看。我去，成品版0.1纳米光刻机只要1点成就点。系统，这成品版是什么意思啊？是已经制造好的东西吗？是的，宿主，系统商城所有标注成品版的东西都是由系统制造好的物品，兑换即可投入使用。但本系统建议宿主不要浪费成就点兑换成品版光刻机，成就点弥足珍贵，宿主可以兑换国宝值商城的光刻机制造书，引导华夏技术人员自行打造。这是为何？任何能够帮助华夏提升的技术手段，都可以获取一定数目的国宝值，但直接兑换成品版系统物品提供给华夏，则无法获取国宝值。所以，本系统建议宿主尽量减少成品版物品兑换，优先选择技术制造图纸。华夏技术人员通过技术图纸每成功打造出相应物品，宿主都会获得国宝值奖励。你这是有点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意思啊！
那还出这些成品版的东西干什么？成品版的物品本质在于紧急时刻救急所用，因此所有成品版的东西兑换所需求的点数都会远超图纸版。系统，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以后我是不是都可以先兑换低级的技术给他们练手，先赚一波国宝值，再拿出更高级的技术？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需要看宿主的国宝值是否足够支撑兑换同系列科技不同等级的技术产品，比如一些目前远超蓝星文明的技术产物，同系列的技术低级与高级之间兑换所需要的国宝值相差不是很大，且兑换所需要的国宝值都相对较多。如果先兑换低级技术，再兑换高级技术，可能会造成极大的国宝值浪费。对了，系统，文物归国是系列类任务，是我理解当中的那种可以多次完成的系列任务吗？是的，宿主，华夏文物遗落在全球各地，每带回一次华夏文物都算作系列任务的一环。你等下，论次不是论件。是的，宿主，无论一次带回去多少件文物，都只能算作完成一次任务，获得1点成就点。啊，这你不早说！小鹰匠博物馆里华夏的文物可是有上万件之多，早说我就分批运走好了。文物系列类任务以区域为标准，在某一个地区，无论得到多少件文物，无论分几次运回，都只算作完成一次。呵呵，我看这是你刚补充的漏洞吧？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任务？请宿主静待华夏大科院成功制造光刻机以及文物运送回国，届时将会开启新的任务指引。那文物呢？要多久能运到国内？文物运送回国需要3天左右。3天啊？我还以为是你利用系统能力直接运送回去呢。开启空间虫洞进行跃迁传递，需要耗费大量国宝值。宿主现有国宝值不满足开启虫洞跃迁条件。我去，还真能进行空间跃迁啊！是的，宿主，只要宿主的国宝值足够多，本系统可以满足宿主近乎99%的需求。好吧，那需要多少国宝值可以进行一次虫洞跃迁？虫洞跃迁根据距离的不同以及宿主成就，价格也不一样，暂无法详细告知每一次跃迁价格。若宿主需要具体价格，请说出跃迁起始点。根据距离的不同，收费不一样，我能理解。但你所说的根据成就这一点，又是什么意思啊？宿主的成就点越多，进行系统服务时的收费就越少。系统服务的优惠是根据宿主的历史总成就点来计算，所以宿主可以放心消费成就点。那从小鹰匠这边开启虫洞跃迁回到华夏国内，目前需要收费多少国宝值？根据您提供的跃迁起始地以及您的现有成就来计算，完成此行跃迁需要花费1000国宝值。多少？1000？你怎么不去抢？虫洞跃迁是一种相对高级的技术手段，开启虫洞的消耗是恒定的，所以本系统并不建议宿主经常使用此项服务。你的这个收费就是类似起步价的定价是吧？就算距离短，但只要开启，最低的收费标准还是很高。宿主可以这么理解。除此之外，也跟宿主所在国度的科技文明等级有关。如果华夏科技文明能够得到提升，此项服务收费也会变低。这是什么意思啊？只要宿主所在国度的科技文明等级提高，本系统提供的一些高等科技手段服务费都会随之降低。所以，请宿主努力帮助自己国度提升科技文明吧。国度并非星球，只是帮助华夏提升的话倒还好，要是让我现在帮助其他国家一起提升，那还真有点难办。别的不说，至少我就不可能去帮小樱花。对了，系统有没有小樱花国的相关任务？要是能借助系统之手去小樱花搞一搞破坏，那简直不要爽。3天前，小鹰匠官方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在2天之内把失窃的文物找回，也会把行窃之人绳之以法。但现在3天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小鹰匠官方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鹰匠的办案能力还是一如既往的糟糕，可以说错过了72小时最佳的黄金时期。小鹰匠这边几乎是没有什么能力可以把文物追回来了，这下直接沦为国际笑柄。你们不好奇文物的下落吗？这可是我们华夏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损失1件都足以让人心疼，何况是上万件同时下落不明。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即将不了了之，一则突如其来的新闻忽然引爆全网。华夏文物局宣布接到海外匿名人士的文物捐赠，共计华夏古文物12068件。随着文物局的官宣声明，网上已经彻底炸开了锅。卧槽，我特娘的看到了什么？咱们文物局说什么？收到了海外捐赠，还是文物捐赠，而且数量不多不少，也刚好是12068件。天老爷啊，我不是出现幻觉了吧？快来个人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内幕呢？这太不可思议了，这绝对是咱们华夏的大佬出手的，要不然绝不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出现。文物归家成了最火爆的词条。那位真的做到了？是的，他真的做到了，太不可思议了！即便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我也依旧无法想象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也同样无法想象，只是有点可惜的是，本以为那位会随文物一起回来，但好像并没有。没错，那位小哥的本事虽然说出去有些不太好听，但着实逆天。以他这2次所做之事来看，足以证明他若是想回来，绝对可以随时回来。从他之前打电话咨询来说，应该是挺不想在国内成为非法分子的，但是伪造身份对他而言应该不是问题，为何没回来呢？也许他已经回来了，既然伪造身份对他而言不是问题，那我们又怎能够轻易断定他没有回来呢？我们现在先不要纠结他回没回来这个问题了，且等他下一次来电就知道了。您认为他还会再做一
一些惊人之事吗？我不知道，但我总感觉这应该只是开始，继续保持之前的警戒，等待他的新一轮来电。我们明白了，那小鹰将那边我们如何回复？他们刚丢了的文物被我们宣布得到了捐赠，他们大使馆在强烈谴责这种非法行为，希望我们能归还那些文物。归还？文物是匿名人士捐赠的，又不是我们去他们博物馆抢回来的，何来归还一说？告诉他们，有本事就去找那个匿名人士的麻烦，要是没那个本事就别叫唤。恭喜宿主，第一批文物已成功运送至华夏。由于华夏官方直接对外宣布此事，导致宿主行为被广大民众所知，被民众奉为无名英雄。宿主得到1点名望值奖励，得到名望值专属称号出斩头角。名望值是什么东西？名望值是本系统的特殊奖励物品，现在暂无用途。啥玩意？这玩意没用处。没有名望值商城吗？名望值没有专属商城，名望值不可被消耗。那这玩意到底是用来干嘛的？还有那个什么专属账号，用来看的吗？名望值属于特殊物品，在您兑换一些特殊商品时，会有名望值要求，达到了名望值要求，方可使用国宝值兑换相应物品。那你刚才又说暂无用途，你逗我呢？需要满足名望值方可兑换的物品属于超级商品，在您的国度科技文明等级达到一定程度之前是用不上的，所以本系统说的是暂无用途，而并非没有用途。你搁这跟我玩文字游戏呢？那称号呢？有什么用？获得名望的时候有额外加成吗？名望值称号没有任何加成效果，仅仅代表您目前所处的名望阶段。那就还是用来看的呗，福利一点没有，画饼第一名。此问题本系统暂无法回答，请宿主努力。要你何用？对了，华夏大科院的光刻机制造到什么程度了？大科院的光刻机已经制造完毕，在进行最终阶段的试运行。如果成功运行，宿主就可以完成第2阶段的任务。已经制造完了？这么快？看来我还是有些小瞧了我泱泱大国的实力啊！一旦没有技术层面的封锁，这制造力简直无敌。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现在光刻机已经成功造出来，大家都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去把这个消息报告上去。一个光刻机在许多方面堵住了太多的路，但是现在这条路打通了，光是在芯片方面，每年就能节省100亿级乃至1000亿级的费用。你们是华夏的英雄，可不要折杀我了，这都是那位神秘英雄的功劳。请问我能见见那位吗？别说你没见过，我们对那位也是一无所知。如果他日后再联系你们，一定要立刻通知医管局，明白了吗？明白的。那位对国内所做的贡献太大了，可惜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至今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要不然他值得上一个功勋勋章。关于光刻机的事，我们要对外宣布吗？文物虽然很重要，但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可光刻机不同，这是实打实的直接提供科技力量。没错，我们打破了西方的封锁是一件喜事，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一次巨大的危机，搞不好会引起一系列连锁的负面反应。暂时先不宣布吧，终究还是我们不够强大，我们必须得再任一人。终究还是我们有些对不起那位了，无法把他真正的英雄事迹告知天下，受人敬仰。我想他也应该会理解我们的，他2次打电话过来都没有自报家门的意思，显然不是贪慕浮名之辈。固然如此，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让他受天下敬仰。这是自然，只是目前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随心所欲地做事，这次是我们对不住他。不过我相信在他此举帮助之下，距离那一天的到来也不会太远，届时我亲自向他赔罪便是。恭喜宿主，在宿主的帮助下，华夏成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1台尖端光刻机。宿主成功帮助自己国度的科技发展提升一个刻度，具有里程碑意义。宿主获得1点成就点奖励。制造出一台先进的光刻机，居然具有里程碑意义。光刻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是的，宿主，在宿主所在的这种相对落后的科技文明星球上，一台尖端的光刻机对于国度科研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系统，既然一台这样普通的光刻机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那如果我兑换0.1纳米的光刻机制造图纸给大科院，他们弄出来0.1纳米的光刻机，是否更有非凡的意义？光刻机对于普通科技文明来说，越先进意义和作用越大。我去，系统，你这商城价格是认真的吗？最便宜的核聚变技术竟然要500，这价格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商城里的东西都是根据其价值进行定价的，您可以通过完成更多的系统任务获取国宝值来兑换您心仪的物品。除此之外，某些特殊物品也会根据其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定价。我也想多完成任务啊，关键是任务呢？你之前不是说大科院那边制造出了光刻机就会有新的任务指引吗？请宿主稍安勿躁，目前您的国宝值获取一共有2种途径，您可以被动等待，等大科院成功造出0.1纳米光刻机，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国宝值奖励。第2就是系统任务，从即刻起将会不定时刷新。目前可选择的任务有去小樱花对供奉的神社进行一定程度的破坏，以及盗取小樱花部分科研前端技术，您可以同时进行。你说什么？还真来去小樱花搞破坏的任务了？破坏神社是吧？搞破坏我最在行了，出发，立刻出发！我兴致勃勃打开订票网站准备订机票去小樱花的时候，屏幕上蹦出了4个大字：那你余额不足。妈的好气哦！屋漏偏逢连夜雨，总不能让小樱花躲过这一劫吧？系统，你那商城里能兑换钱吗？
抱歉宿主，系统商城里无法兑换任何货币。如果您实在缺少货币，可以兑换商城的物品售卖。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别人绑定了系统，那可都是分分钟成为亿万富翁，我居然还要为钱发愁。对了，我之前给大科院弄了光刻机的制造书，又把小鹰酱的文物弄回了国。问大科院还有文物局要点辛苦费，应该不过分吧？大不了以后再还他们就是了。你好，这里是华夏大科院值班室，我是值班员柳如烟，很高兴接听到您的来电，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这是在搞什么？大科院的人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搞得跟客服电话似的。这个女生听着怎么有些耳熟？这短短几天，大科院发生了什么？你好，我是上次给你们传递光刻机说明书的人，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是想要问你们借点钱。什么？您说什么？借钱？是的，借钱。当然了，这钱我肯定是会还的，而且我也不白借，我拿东西换。感情这位大佬似乎在国外遇到了什么困难，居然缺钱了。大佬，您稍等，请您务必稍等，不要挂断电话，我立刻请我们院长来，请您千万不要挂掉电话，钱不是问题，您要多少都成。那位说要借钱，以他的本事还要借钱，想来肯定是遇到了天大的问题。但既然开口了，那么要借的钱肯定也不是小数目，要是小数目自己可以出，就算是稍微多一点也可以用院里的名义出，但万一数目庞大，就得审批。现在大半夜的也没人审批，何况层层审批下来也要很久，怕是会耽误了那位的大事。看来只有立刻通知老爷那边了。那位真的又打电话来了，还是要借钱？是的，是老赵亲口给我说的，他现在就在去值班室的路上呢。这老小子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他占了？光刻机制造书第一时间发给他们了，现在借钱的电话没跟以往似的打到接警中心，反倒又打到他大科院了。这老小子刚才应该很得意吧？你猜的没错，这老家伙刚才说话的时候都是忍不住的得意。好了，都先别说话了，那边的监听已经就绪，希望那位不是遇到牵扯自身安全的大麻烦吧？通知财务部门准备好第一时间打款，等那位说出他需要的数目之后，就直接转账。喂，你好，我是大科院现任院长赵子珍，很高兴能与您通话。赵院长你好，你不必如此客气，深夜电话打扰到你休息了，还望赵院长不要介意。是您太客气了，我这年纪本来就少，可没有打扰到我休息。听说您需要用钱，不知道您具体需要多少呢？您现在可以跟我说一个数目以及一个卡号，钱立刻就会到账。我需要1637块。什么？您说什么？您需要多少钱？只是一张机票钱，您没说错吗？是的，一张从小鹰酱飞往小樱花的机票钱。那位深夜来电借钱，我还以为他遇到了天大的麻烦，可就要借一张机票钱。能从风车国弄到光刻机制造书，这样的人物会缺一张机票钱吗？这点钱大科院该不会都不愿意借吧？我可是帮他们搞到了光刻机的，我也不白借，以后会还的。而且这一次我还准备了一件东西给你们换，实在不行就当这钱是我卖东西的收益。当然了，要是真的不愿意借，那就当我没说。不，您千万别误会，别说只是一张机票钱，就是千张万张也不算什么事儿。只是没想到您仅仅只需要一张机票钱，您说个卡号，钱立刻就能到账啊？这样的吗？感情是我想多了。当然了，您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别说是这么点钱，就算是再多上千百倍都不是问题的。您可千万别误会，我们是不想借钱给您啊。好吧，那你们把钱打到7111235656677788967这个卡上吧。您的银行卡到账1000万元。1000万？怎么这么多？我只需要一张机票钱就行了。嗨，您出门在外，国外的消费水平较高，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希望您不要介意。那就谢谢了，回头我会还的。您这边就好不急着还，冒昧问一下，不知道您去小樱花那边是有什么事吗？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请务必开口，我们将会提供最大的力量协助您。我去小樱花办点事，先不说这个了，我还有个东西给你们，已经发你们大科院的官方邮箱了，你们注意查收下。我也不喜欢欠人钱的感觉，邮箱里的东西就当是你们花钱买我的，这样我们两不相欠，如何？您发的是什么东西？也没什么，就是一个0.1纳米光刻机的制造图纸，要比风车国那个更先进些，1000万你们不吃亏的。与此同时，赵子珍打开了邮箱。老天啊，我赵某人此生有幸能见到这样精妙的东西，死而无憾。我对不起您啊，我为我刚才生出的小人想法向您道歉。我刚才还以为您是不想借钱，故意糊弄我们呢。现在我为我的思想感到耻辱。您应该是怕我们收下这么珍贵的东西会心有愧疚，才特意用借钱的方式来交换吧？与您相比，我的思想简直太肮脏不堪了，我对不起您。这是怎么个事？怎么聊着聊着突然就这样了？赵院长，你不必如此，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们还是要尽快把这0.1纳米光刻机造出来才好，这个比3纳米的工艺更高，还要劳烦诸位院士了。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的话，我挂了。等等，请稍等，这是您看了风车国的3纳米光刻机制造书之后自行研究出来的吗？冒昧问一下，您接触这方面的研究有多少年了？没多少年啊，我才高中毕业呢，也就是这几天顺便看了下那光刻机的制造书。那个，您说您刚高中毕业，如果是今年毕业生的话，刚放假没多久，您怎么会跑国外去了？嘿，这个嘛，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学习不太好，在国内考不上好大学，所以准备留学，这不就趁着假期过来先看看学校吗？好了，该说的也说的差不多了，我得赶紧订票去小樱花了，回聊。我可以向您保证，以您做出的贡献，国内任何大学都可以任您挑选，乃至我们大科院。电话挂断声。赵院长，叶领导来信，让您立刻去医管局一趟。刚
刚才的通话内容大家都听到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他在国外的安全，而且务必要在下一次他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劝说他回国上学。这样的妖孽级人才要是去国外留学，那简直是我们整个华夏的损失。我明白，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吧。老丈，你说呢？像你们这种搞科研厉害的人物，难不成真会觉得学习压力很大？我不确定他的情况，但并不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偏科的极其厉害，所以可能在文科方面成绩不是很理想，也就导致他觉得考不上好大学，才想到出国留学这条路。这倒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不管如何，下次一定要告诉他，国内所有的大学都向他敞开，即便是偏科严重也不打紧的。这是肯定的，你没听我刚才就在说吗？只是他性子急给电话挂了，也不知道他听到没有。先不说这个了，他刚才说他要去小樱花，我想他肯定绝不会是心血来潮，这几天随时关注小樱花那边的动向，若有问题，我们必须要保证他安全回国。我们目前连他的身份都不知道，该如何保证他的安全？去查一下今年高考毕业生的出境记录，总会有蛛丝马迹的。请问我把樱花国所有的神策都炸了犯法吗？尊敬的爱国英雄，需要我这边为您派遣航母护送您回国吗？哦，原来这是真的可以干啊，那我就放心了。小樱花科技院1分钟前宣布，在核聚变研究方面有新的重大突破，并在实验过程中利用最新技术研制出了新型的洲际导弹，威力是之前的3倍。这该死的小樱花，技术突破就突破，非要搞一下针对，还妄图成为东洲大陆的主导者，想屁吃呢？系统有一个任务是窃取小樱花的科研成果是吧？我决定了，就选择这个技术窃取。宿主，此项技术为小樱花最新技术，受重视程度和关注度非常之高。本系统需要提醒您，如果选择此时窃取此项技术，会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想要无风险完成，需要购买系统服务帮宿主进行身份伪装。好吧，那就帮我伪装吧。宿主您确定吗？如果确定选择窃取此项任务，收益和付出进行折算之后，您完成此项任务的收益为0，请您确认。确定？开玩笑，别说收益是0，就算是倒贴老子也干了。小樱花的科研实力原本在全球都处于前列，现在再度突破，还故意如此大张旗鼓的宣布，恐怕别有用心，我们得慎重留意一下。这种层面的突破，哪一个国家不是保密？小樱花故意宣布是言有所指，他们想领导整个东方呢？他不仅仅是言有所指，这是直接亮剑呢。那咱们要参加吗？去，为何不去？刚好那位也在小樱花，我们必须得去。等等，那位前脚要去小樱花，后脚小樱花就宣布技术突破，难不成那位提前知道了些什么？老爷，这不太可能吧？并非没有这种可能，那位拥有厉害的计算机技术和黑客能力，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了。那么说不定就是黑进了小樱花的信息网络，得到了某些消息，所以才去小樱花的。如果是小樱花的官方信息网络被黑，咱们应该能得到消息。可即便是这样，他去小樱花又能做些什么呢？谁说其他国家的官方信息网络被黑，咱们就一定能得到信息的？你们说他会不会也是想去把小樱花刚突破的新技术给偷，给拿回来啊？可，先别胡乱猜测了，他们的发布会就在这2日，到时候看吧。这次就不去弄原始稿和备份资料了，这种程度的重要技术突破，原始的资源和备份恐怕多得数不胜数。小樱花的科学家只需要费点时间，依然能把资料重新记录，那我就把发言人那边的资料直接搞没。这种科技峰会是需要发言人当即向外界提供一部分技术数据的。科技峰会上被人当场入侵电脑网络，绝对会让小樱花丢脸丢到姥姥家。破坏神社先不着急，等科技峰会之后再干也不迟，不然只会提前让小樱花加强戒备。这2天的时间也不能浪费。小樱花这边当年可没少在华夏大地上干坏事，文物应该不会少到哪里去。整个东都城一共有26处地方都有文物存在，除了2个官方博物馆，剩下的基本都是小樱花有名望的氏族豪门。妈的，这些该死的玩意！小樱将当年也没少在华夏做恶事，但整个帝都也就那么几处，小樱花倒好，26处地方啊，简直该死！系统把文物所在的26处位置都标注出来，我要计划一下，等科技峰会开始，我再去把那些文物取回来。既然要干，就干脆干一票大的，拿文物入侵电脑破坏神社必须同一天完成，我要让这一天成为小樱花今年最耻辱的一天。2天后，科技峰会在上午9点钟准时举办，同时进行全球直播。就在大家都以为小樱花会直接爆出共创部分的数据的时候，却见大屏幕上插播了一段视频，但小樱花的模拟数据上面直接模拟出了利用新技术的洲际导弹对每个国家进行精准打击的画面，场面一下子就有点窒息，直播间的弹幕一瞬间彻底炸开。卧槽，小樱花的人是疯了吗？他们这样做是想干嘛？对东洲大陆各国宣战吗？这是该死的小樱花，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最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老爷，小樱花真是太不要碧莲了。堂而皇之放这种模拟打击视频，不外乎就是想向世人展示他们目前的武力提升了一个档次，东洲大陆各国都防不住他小樱花新研的洲际导弹。说白了，小樱花就是想要主导整个东洲大陆，借此机会震慑其他国度呢。不着急，别忘了那位还在樱花国呢，咱们慢慢往下看。哈哈，诸位前
冷静，我们伟大的小樱花帝国并没有其他意思，只是想更加直观的给大家演示一下突破后的技术提升而已，并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下面我们将开始公布此次全球共创的数据。下一秒，在场所有代表面色一变，数据文件里只有2个字：傻逼。小樱花负责人的电脑在关键时刻被入侵了，对方删掉了电脑里的数据，还进行了羞辱。华夏牛逼，报仇从来不隔夜。可恶的华夏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老爷，这事该不会真被您老说中了？是那位跑过去的做的吧？这我怎么知道？不过能在此时此刻黑进那位小樱花负责人的电脑里的难度，真的不亚于突破国家级安全防御系统。如果真是那人做的，那就不得不再重新审视一下那位的黑客能力了。不管是不是那位做的，总之也算是给咱们都出了口恶气。这口气是出的挺爽的了，不过接下来怕是邦交方面还得要麻烦些了。不管是不是那位做的，对方用的也确确实实是华夏文字，回头免不了一番扯皮的。老爷，如果真是那位做的，他会不会把全部的资料都弄出来啊？这种想法咱们不该有。现在咱们居然都想着让那位弄到资料来传递给我们了，这跟坐享其成也没什么区别。这种惯性思想可要不得。大事不好了！小樱花都城的几座神社同时被人炸了！卧槽，牛逼！老爷，这事该不会也还是那位干的吧？